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有些姑娘来相亲，我真的让她给气死呀！那池子里的王八，她盖子都能给气翻了。上个月我给一对大龄男女撮合对象，这男方91年的，本科身高在175左右，是个工程师年薪税后在15万左右，有车有房子，条件还不错。女方是92年的，普通本科，私企做行政，长相属于那种可爱型的。两人呢，先是加了微信刚开始聊天呢，聊的都还不错，男士主动关心，这姑娘呢也是积极回复。聊了有3、4天这男士就主动约着姑娘周末出来吃饭嘛。这姑娘同意了。吃饭那天人男士就亲自去把这个姑娘给接过来，这不是在市里吃饭。见面之后，男士呢就觉得对这姑娘就很满意所以全程都很热情招待。吃完饭男士又把这姑娘给送了回去。回家之后这事就来了他就跟这姑娘报备了一下自己到家了。谁知人这姑娘呢，也是一种不冷不热不关心的态度，给回了一句好的。第二天开始男生特别积极的发信息就问候这个姑娘，那毕竟喜欢她嘛。但明显就感觉出来人这姑娘回复信息就特别慢，基本早晨发的中午回，晚上发的有时候都第二天才回。就这样的频率呢，聊了有好几天这男生就想着，哎呀，态度这么冷淡呢，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他就主动给这姑娘打了电话想再约这个姑娘周末出来吃个饭。谁知这姑娘就说自己有事不去，以后再说吧。男士这一看这发信息态度不积极，约见面也不出来的，那明显就是不喜欢我，还不直说，气得他直接把这个姑娘给拉黑了。好了，今天中午这姑娘兴师问罪来了，找我跟我说男士把她删了，她就觉得莫名其妙，还挺生气的。我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我就问这姑娘，你对人家的态度是哪个意思这姑娘就说自己是挺喜欢这个男士的觉得他条件不错，人也挺好，但是就是怕自己太主动了，这男士不珍惜之类的，想矜持一些。我一听哎呦我的姑奶奶我以为的矜持是吃饭和男士 AA， 不用男士车接车送，精神独立和男人保持距离。结果饭别人请了，你人呢也接送了，发信息问你还整这出，咋的？你回信息还得查新华字典吗？他说他喜欢男士，但是不能这么快表现出来吧，得冷淡一点男人呢还知道珍惜，太主动了就觉得自己很廉价。我听完吱吱的那一时间可把我给堵住了你都30多岁了，遇到合适的也喜欢你的根本就不多了吧？你还不知道主动你是来相亲的，不然以为自己来 boss 直聘的吗？这姑娘又接着说哎呀，她看到男士的信息了，故意晚点回复。男士约她呢，她有空是故意不去。那意思就是想欲擒故纵呗。你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段位你以为你是电视剧里面玛丽苏女士拒绝男主追求后被男主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行为给感动，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吗？姑娘听了很委屈问我，这相亲不就是被追的吗？那喜欢我不应该更加主动吗？我一冷就给我删除了，估计也没那么珍惜我吧。真是女人心海底针这男人都猜不透的。我真挺可怜这哥们儿的他都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这哪里是相亲莫不是你是天上派下来考验他耐性的？你说说，你对人有意思你就直说嘛，别天天吊着他的胃口。男人主动他也有个方向吧人家看上你了就得主动承担爱你的责任嘛。哎呀，我真的是血压突突的往上拱你看看你俩就认识2星期，连个朋友都不算吧，这搞得跟个情人分手一样，轰轰烈烈的。这姑娘听完让我跟男士沟通一下，她现在愿意主动男士可以追她了。哎呀，人男士听完之后说，我不愿意了，说有一个相处不错的已经在了解当中了。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你看看这个男人他就是没有耐心，嫁给他也白瞎。兄弟们他不听劝你们得听劝，以后记住了，相亲见了面，对方对你的态度是爱答不理的，觉得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相处的就是很不舒服，被怠慢，那就直接的 pass 掉，下一个会更好。没必要去深入的探究，再去结合这个女生的生活环境去分析她这个行为具体原因。人家丝毫都没有 care 你的感受你还分析啥呀分析管他是为啥的，爱为啥就为啥，反正跟你没关系。相信我，相处初期如果已经觉得不舒服，真继续下去，这种难受感觉只会扩大10倍。你应该做的就是要找一个愿意积极回复你消息，相处舒服的，而不是试图去感化一个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南辕北辙吧，他怎么想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呢，该撤。Hello， 宝子们今天给你们讲个悲伤的故事。哎呀，谈恋爱这事儿他一般都不太让人省心的。有一对男女两人大学同学，也是大学临近毕业谈的恋爱。这姑娘父母家里条件比较好，在事业单位工作，男方父母是农村家庭这个爹妈都是在城里务工的。这姑娘一开始就有点看不上男方家庭嘛，毕竟相对于她来说反正比较差的。感情当中这条件比较好的一方这脾气就容易大一点。平常呢这姑娘就比较作闹，
好在这男友的脾气比较能忍啊，一直就让着她。毕业之后啊，男方去了社会上工作，这女方就继续读书啊，考上了研究生。当然大家千别猜啊，上岸第一箭啊，先斩意中人，这事啊不是这么发展的。刚工作那2年啊，这个创业嘛，压力也比较大，男方吃了不少苦啊，这一直都失败。两人呢，这不谈了有3年的时候，男友就提出来想带着姑娘回家让父母见见啊，但是被这个姑娘给拒绝了。理由是啊，这个姑娘的父母啊，觉得男方的家里条件太差了，你看没有车房，而且学历啊也不如这女方高啊，也不门当户对啊。但这个姑娘呢，当时也没有提出分手，让男友啊就想办法要多挣钱嘛啊，买了房之后再见父母。这研究生毕业之后，女方就去了事业单位工作啊。这个姑娘就进了社会之后啊，她就心态就发生变化了，因为接触一些圈子啊，就越发觉得不太甘心啊。尤其是自己周边的这个女同事啊，嫁都很好啊，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事业单位的啊，硕士学历，家庭条件也不差呀，怎么就不能找个门当户对的男朋友？于是越想越生气啊，这脾气啊，他也是越来越闹。男友呢，也是觉得自己啊并不优秀，给不了女友啊想要的生活，处处也是忍着让着啊。前年的时候，这俩人都28岁，快30了嘛啊，男友就提出来想要跟他结婚，被女友啊这个以家里人不同意，直接给拒绝了。你说分吧哈，这个女友她也不分，说习惯了男友在身边。其实啊，是他背后也去相亲啊，没有遇到条件好的还喜欢的。这说结吧，女友也不结，态度也很一般啊，平常呢也比较作闹一点。就这样，两人就这么一直谈着。去年的时候啊，这个男友啊就开始转运啊，好几个项目同时开始盈利，而且是越赚越多。这最多的时候一年啊都能达几百个。这姑娘一看啊，立马跟男友提出来要领证结婚。反转啊，总是有反转的啊。男友却以工作比较忙给拒绝了，把女友给气的呀。而且在年底啊，这个男友跟这个姑娘提了分手，转身就跟一位25岁年轻又漂亮的妹子相亲成功了，谈了恋爱，把这个姑娘给气得够呛啊。他就跟我说呀，自己现在已经30岁了，去相亲啊，他遇到的男士条件的是一位不如一位啊，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男友好啊，他就特别委屈啊，觉得自己啊是在男友最困难的时候陪着他的，还谈了8年呀，青春都没有了，现在条件好了，却把自己给踹了，越想越是不甘心啊，问我有没有机会啊，想要去挽回她男友。拜托你们要搞清楚啊，事情发展到今天，本质问题在哪里？好吧，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有好好爱他吗？你现在不甘心，只是自己沉没成本太大了，谈了8年，你都30岁了，原本看不上的他突然有本事了，还能找到一个比你还年轻漂亮的。当年他提结婚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但凡之前任何一个时刻你想结婚啊，估计他都得屁颠屁颠乐的不行了吧？你还不是一边享受他的好，一边盯着他这只股票呀，是涨还是跌？万一他跌了，估计你比任何人都要庆幸，好在老子没买。现在他涨了，开盘了，后悔了，想分钱了，当初没下注，你怨谁呢？你自个儿还在骑驴找马，中间还不努力，脾气不好，又作又闹，爱情就是愿赌服输，你得面临这样的风险的。你问我挽回啊，我觉得这事儿根本就挽回不了。一段感情啊，其实不怕两人谈了多久，父母多不待见，条件相差有多大，最怕的就是你在感情当中啊消耗他的情绪，又作又闹，而外面正好有人可以满足他的情绪，又温柔又体贴，他有条件了，有本事了，吸引来的又是一些年轻又漂亮又善解人意的，让这个男人突然之间觉得呀，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有女人愿意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而不消耗我的情绪的。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你们的感情啊岌岌可危。你现在可以啊用责任绑架他，谈了8年了，你竟然把我给甩了。但是你要清楚的是，就算今天你可以挽回，看在这8年的感情上，好，他跟你谈恋爱又继续下去，他最终出轨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毕竟很现实的一点啊，以前你作的时候他只能忍，现在你作，他心里很清楚，他有条件了，他可以不用再忍你了。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你怨不得别人，看准了没压住啊，开盘这事儿你得认。这相亲找对象，很多姑娘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求不高就是找不到的。上午来了一个姑娘要找对象啊，95年的，身高在165，身材匀称，本科学历，在国企上班，年薪啊8万左右，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整体条件都确实不错。我问他你想找什么样的？他说老师我要求不高啊，条件跟我差不多就行，本科学历，有房子，有稳定工作，人品好就可以。我一听啊，这要求还可以啊，确实不高。他和我说呀，婚姻最重要的就是两人3观合适啊，一条心能把家庭给经营好，条件啊都不重要。我听完呀，这姑娘人是真的不错，我就给她介绍第一个男生啊。
94年公务员，市区里面有房子，个子也比较高，在1.8米几，长得也挺不错。就是父母在农村啊，有个姐姐。这姑娘一听啊，哎呀，那表情我学不太来啊，就是微微皱眉啊，跟我说，男士人挺好，就是家呀是农村的，不太行。我爸妈都是城市的，他们也不太愿意。你看有没有城市家庭的呀？啊，听完了我又给他找，就介绍了第二位，93年的硕士学历，是高中的数学老师，身高175左右，长得也还可以。这一家子啊都是书香门第，父母都是老师啊，也有退休金。这姑娘听了就说，哎呀，这个条件也行，但这高中老师会不会太忙了呀？平常都得有晚自习吧，而且教数学肯定啊课程安排也比较多，也比较紧，家里啊那肯定顾不得了呀。你看有没有工作轻松一些的，时间比较多的？我想着周末一起出去约会啊都方便。哎，咱是做服务行业的，一定要有耐心。于是我又给他介绍了第三位。我这回啊一步到位啊，94年的985本科，事业单位工作，双休，人长得又高又帅的，父母还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独生子，条件好得很啊。我想着这回怎么也该可以了吧。这姑娘听完就支支吾吾的问我，他一年多少钱呀？我说1年10万吧。这姑娘又是微微一皱啊，哎呀，这工资啊跟我都差不多了，是有点太低了吧，这养家肯定会很困难的，有没有年收入高的呀？啊，我听完真的忍不住了啊，再忍下去乳腺增生了呀。姑娘，你到底想要啥样的？你不是说你要求不高吗？她说我要求确实不高呀，那也不能太低了呀，学历最低本科吧。哎，男人得承担养家的责任呢，现在物价都高，如果房子有贷款，这收入怎么也不能低于30万吧。另外家里条件好点，哎，别拖后腿，毕竟我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我是独生女，男方也得是城市家庭独生子吧，父母有退休啊。这房子啊得考虑孩子以后上学的问题，市中心靠学区最好了。另外呢，我身高165，穿鞋都有170了，男方低于180，他不好看啊。你看我长得也挺好，身材保养也不错，我虽然不看脸，但男方也别长成个歪瓜裂枣吧。哎呀，听完这姑娘这一顿输出啊，我就觉得我得抓紧吃降压药。我问她还有吗？这姑娘说啊，差不多了啊，还有就是男方性格要稳重，对我好，有耐心，孝顺父母。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下去了，姑娘，你拿我这当许愿了呀？你这要求太难了啊，我这边帮不了。实在不行啊，你也买个票去四川找大夫，问人家愿意给你让座不？他说呀，我这要求不高呀，怎么就不行了？姐妹儿，相亲啊不怕你要求高，就怕你要求多呀。你看你整这一大堆同时符合要求的男人，我就算全球我给你扒拉也扒拉不出来啊。又要帅的，又要赚钱的，家里条件还好的，还要对你好的，能孝顺你父母的，这比你让我去找思聪娶你都难呀。你要么从这一堆里面选3个，要么出门右转有电梯啊。这姑娘说，那行吧，我找个有钱长得帅的，加上条件好的可以吧？哎呀，那一瞬间啊，顿时哑口无言呀。今天刺猬开门不利啊，这给你送进来了，你这是做梦一直没醒，搁我这梦游呢。这姑娘不信，就觉得自己要求不高，哎，觉得我能力不行，转门出门啊要去找别人去了。有些女生你来找对象啊，总说自己啊找个条件差不多的，你给她找到了吧，她就想要其他的要求，比如说身高、颜值、情绪价值，反正是要求越来越高，谁也看不上。剩女是咋来的？就这么来的呀。这男人挑女人啊是平分思维，这部分的分值啊低不要紧，那其他的分值高，总分不低就好嘛。女人挑男人那是木桶思维啊，短板决定评价，但凡有那么一点不好的，完蛋。